想象一下哈，如果你有一位24小时不间断工作、全年无休的数位员工，自动帮你整理信件、规划行程，甚至还能帮你处理复杂的程式码，这听起来是不是超级梦幻？没错，这就是现在最红的自主 AI 代理人技术。但先别起这兴奋，这其实是一把双面刃，如果没有正确设定的话，可是会带来极大的资安风险哦。所以啦，这正是我们这次深度解析要带给各位新手的重点，到底该怎么从零开始，安全的建立你的第一个自主 AI 代理人。我们不仅要享受自动化的便利，更要确保资料隐私滴水不漏。好，我们直接进入重点吧。先来快速看一下今天的学习地图，我们会从 AI 代理人的潜力与风险谈起，接着聊聊云端跟本机部署到底该怎么选，然后会带大家建立超实用的3层防御矩阵，教你怎么帮代理人装备地图与记忆技能，深入 ARM64 效能调教，最后再来看看这项技术到底会怎么改变我们的职场生产力。第一个部分 AI 代理人的潜力与危机，我们来聊聊 OpenClaw 这个框架到底有什么双面刃的特性。说到风险，大家一定还记得2026年1月的 Cloud Havoc 供应链攻击事件吧？那次真的是个惨痛的教训啊！当时竟然有高达341项的恶意技能，透过像是提示词注入这样的手法被植入到社群里面，然后就在背景默默窃取大家的 API 金钥跟浏览器密码。这其实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你把没有经过安全管理的 AI 代理人直接装在自己的笔电上，简直就像是出门不锁门一样，直接把大门敞开，欢迎骇客进来。所以我们绝对要从这里学到教训，建立一套严格的防护清单。既然本机这么危险，那我们就来到第二部分，云端与本机部署的抉择。这个是保护你个人电脑跟机密资料的关键哦。来对比一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执行环境就知道了。预设的 OpenClaw 是跑在 Node.js 环境上的，老实说它超级吃记忆体，而且预设还拥有无限制的主机存取权，这听起来就很危险，对吧？那更安全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呢？答案是 NanoClaw 跟 ZeroClaw。对于注重数据隐私的开发者或新手来说， NanoClaw 长治使用了 Docker 来做容器隔离。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就算你的代理人真的不小心被恶意指令接管了，它的破坏力也会被死死地关在容器里面，完全碰不到你主机上的任何档案。这点真的是超级重要。接下来这个数字绝对会让你吓一跳，3.4 MB。没错，这就是用 Rust 的语言重写的 ZeroClaw 所占用的磁碟空间超级小，你拿它去跟 Node.js 那个庞大的执行环境比一下就知道差距了。选择 Rust 架构不只是大幅降低了资源消耗，更完美证明了只要选对系统架构，你是可以同时拥有巨大的安全性跟极高的效能表现的，完全不需要妥协。那么，为了把开发环境平滑而且安全地搬到云端，我们其实很推荐用 ID Cloud Host 这一类的云端伺服器来做部署。流程其实超级简单，只要4个步骤。首先配置好你的 VPS 虚拟主机，接着选 Docker 模板一键部署下去，然后设定好你的 LLM API 金钥，像 Gemini 之类的，最后再透过 Telegram 把你的代理人绑定起来。就这么简单，所有复杂的运作都在云端跑，彻底远离你的本机设备，安全又干净。云端环境搞定后，进入第3部分，3层防御矩阵。我们要来看看怎么真正阻挡恶意指令跟系统接管。这份资安防护前查清单，大家一定要说好。防疫其实分3层，第一层是行为监控，就是要透过异常侦测随时拦截威胁。第2层是漏洞修复，你得确保系统有随时更新，修补那些已知的 CVE 漏洞。不过最核心的其实是第3道防线，也就是刚刚提过的，透过 NanoClaw 进行容器隔离。这能确保任何失控的代理人都会被彻底困在虚拟环境里，一步都跨不出去。至于实作细节，为了防止你的伺服器公开部暴露在外面，你必须把通讯栅道严格绑定在 localhost。同时呢，一定要设定行为黑名单机制来阻挡恶意指令。我们还强烈建议配置 SSH 沙盒化环境，实施 WebAssembly 外挂沙盒化，而且针对那些敏感操作，一定要设定在 Telegram 上，经过你的人类介入确认才放行。把这些设定好，就能非常有效的防范像是 WebSocket 劫持这类的攻击，安全性真的是大幅提升。好，安全防护做足了，我们接着进入第4部分，装备技能，来看看怎么赋予代理人地图跟记忆的能力，让他能帮我们执行复杂任务。想象一下，
如果代理人懂地缘定位有多方便，我们要教他怎么自主查询跟分析地图数据。这需要整合 Go Places 指令列工具。第一步，去拿 Google Places API 金钥，然后透过终端机把 CLI 装起来，更新一下设定档，搞定。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在 Telegram 上对它下指令了。比如说，你叫他找出附近评价最高的咖啡厅，代理人就能自动去分析2亿5千万个地理数据点，直接帮你排出完美的行程，是不是超聪明？接下来这个记忆功能更厉害了，代理人会用很简单的 Markdown 档案，像是 SOL 或是 Identity 来记住你的工具偏好、工作习惯，甚至是塑造出他自己的核心性格。这功能真的非常惊人，因为它直接把一个死板的通用机器人变成了一个超级懂你工作流程的专属个人助理。他会记得你偏好的档案格式、你的作息时间，然后根据这些习惯去自动优化每次交给你的任务成果。这才是真正的数位员工啊！第5部分，我们来聊点硬核的效能调教与 ARM64。针对低功耗设备的资源排程该怎么做呢？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必须严密监控记忆体使用量？看看数据就知道了。OpenCloud 的核心光是闲置的时候就需要吃掉394 MB 的记忆体，但你看旁边用 Rust 写的 ZeroClock， 竟然只要区5 MB。在高负载的环境下，如果你没有去好好调教 V8 引擎的记忆体配置，系统是非常容易当机崩溃的。尤其是如果你把环境部署在像是 Raspberry Pi 这种 ARM64 架构上，优化记忆体使用指标，绝对是确保代理人能稳定运作的关键。所以在资源排程跟优化上，如果你用的是低功耗设备 ，Rust 绝对是你的首选。你还要记得监控伺服器的 swap 空间，然后尽量用 NVMe SSD 来提升稳定性。还有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哦，就是把高达 80% 的日常简单任务分配给成本比较低的 AI 模型来跑，然后再善用 IND Cloud Host 云端平台的自动化扩展功能来应付突发的流量高峰。透过这些策略，你就能在云端资源的成本跟效能之间找到一个最完美的平衡点。最后第6部分，生产力的新纪元，我们来看看这一切是怎么改变我们的工作模式的。从架构师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典范转移，这叫做代理人协调。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软体工程师的工作模式正在发生很具体的改变。我们以后可能不再是整天低头苦干手动写程式码了，而是要转型去管理、保护还有协调一整个由自主 AI 系统所组成的团队。这是一场超级庞大的生产力转型，工程师绝对需要开始培养系统思考还有资安审核的全新技能了。所以这一项技术在商业应用上的增值潜力，那更是不用多说了。你想想，原本需要花你3个半小时去做的复杂行程规划，交给代理人，只要6分钟就能搞定，这效率提升可是高达 97% 呢。只要你懂得把复杂的每日工作流程转化成代理人可以懂得自动执行脚本，不管是你个人还是整个团队的生产力，绝对都会有爆发性的成长。这真的是职场协作的新模式。总结来说了哈，只要能安全的部署好 AI 代理人，它绝对能帮你找回每天被琐事吃掉的宝贵时间。我们今天从部署、防御一路聊到效能优化，把所有环节都带过了一遍。在结束前，我想留一个有趣的问题让大家思考一下：当你的专属自主代理人完美的包办了你日常所有的繁杂琐事之后，空出来的时间，你将会怎么重新定义，甚至去提升自己在这个新时代的专业价值呢？真的很值得想想。好了，赶快去建立你的第一个代理人吧。这份新手教学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